25架 F-22参与演练敏捷战斗部署，美国人是不是也要为谈判准备软硬两手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最近，美国出动了25架 F-22隐身战斗机，参加了太平洋钢铁2021演习。25架呀，这个动静相当大了，让很多人觉得有点警惕，这美国人要干嘛呀？毕竟 F-22隐身战斗机进攻能力这么强，突然集结在西太平洋，这是想干什么事情？大家不能不多想。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的副司令、退役的空军中将丹·利夫就感叹说了：“我不记得美国从前出动过这么多的 F-22战斗机进行演习。”他说了，考虑到 F-22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性能，说这不好听的话就是腿短嘛。说这个美军从2个不同基地向西太平洋部署多达25架的这种先进战斗机并不容易。这不仅仅是向中国发送威慑信息，更是美军实实在在的能力投送。哎呀，第一次有人把这个腿短说得那么光鲜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演习的内容和地点呢，反映出的除了威胁，还有别的东西，那就是如何在中国的威胁下维持对中国的威胁。这个演习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白了，围绕的叫做敏捷战斗部署能力。而这个伟大的所谓的敏捷战斗部署能力思想呢，就是美国空军提出来的，要求是美国空军这些宝贝飞机啊，在关岛这样的重要基地挨揍之前，得到警告之后，就能够赶紧的分散部署、疏散开，并且呢，一旦挨揍，还能够从本土快速获取支援。说白了，就是我们当年搞3线建设那个套路，基本是一个味儿的，不能够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。等于也是承认呢，中国对这些岛屿基地的打击能力，美国也不敢不当回事儿了。而专门为了这么一个演习，就要出动25架 F-22，折腾这么远的路，中间要加这么多次油，说到底还是为了保持一个气势。你想吧，中国刚刚让15架歼20飞过广场，那中国人看了喜滋滋的，周边有些人看了是要绝望的。你怎么跟中国人比呀？怎么追呀？那美国怎么办？必须想办法展示实力，给手下这些小弟打气吧。你有15架歼20过广场，我就有25架 F-22要飞过来搞个演习，表演一下怎么集结，怎么疏散。其实呢，美国最近呢还是很想跟中国谈一谈，又说了2国领导人可能要会晤了，又说外交部副部长级别也要搞会晤了，还希望跟乐玉成副部长谈一谈。一方面释放出了要谈的愿望，一方面搞演习，所以说这些军事动作呢，也是为了配合演习搞的资本，很好理解啊。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，主席就说过，部队在前线打国民党打得越狠，他在重庆就越安全。朝鲜战场也一样，一个山头的争夺可能都是影响谈判结果的。美军拼命要拿一个山头，为什么？要演示一下新的进攻样式、进攻能力有多强大。就是要吓唬一下中朝，如果你不谈判，你不退步的话，我就一个一个山头拿下来。而中朝呢，就要守住这个山头，证明美国你不行，你别拿这招出来吓唬我，我不吃这一套。所以谈判就要围绕一个山头进行了。这次美国呢也是一样，就是要证明面对中国的东风快递，美国还能扛揍。你打完我之后，我还能让飞机飞起来，这也是谈判桌上的牌。那么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也需要证明，您不管怎么分散部署，我都能给你拍下去。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出的牌了。关键是美国搞这种演习，肯定也是为了维持形象，给其他国家看。就是说，不论跟中国怎么谈，谈成什么结果，不能在亚太国家面前丢了面子啊！强势仍然要在，哪怕是一旦对中国做出了一些让步，也得让别的国家觉得美国不是被吓退的，美国在必要时候还能够主动的保护他们，美国只是主动让了步了，这面子不是还在吗？所以呢，双方最近都释放出了一些要谈的信号。咱们这边也说了嘛，中美之间的关系搞砸了才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。美国方面不也是放出了很多信息嘛？台湾独立我们不支持。但是放出这种信号之后，军事上掰手腕的动作也是不会停。台上台下的较量看上去好像相反，但实际上是一件事的2个方面。对于中国来讲呢，这个演习算不上威胁，但是说明了至少2个问题。第一，我们东风快递的客户增加了。第二，未来的谈判谈起来也绝对不会轻松。好，关于美军这些 F-22扎堆想干什么，我们今天呢就说这么多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